各位好呀！我们换新车了，又抛弃了小白胖。我们参与自驾活动，从西宁自驾去敦煌。我们在这边把油和电都充满，看看它能跑多少。好，充满电了。现在呢，这辆车是满电满油的状态，它上面写着可以跑1120公里。那合下来1公里是几毛钱？正好这次去敦煌呢，弥补了我们之前没有去看莫高窟。遗憾。敦、大冶、黄、圣冶，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繁华印记。敦煌，眼前是黄沙漫天，耳边是驼铃阵阵，古老的建筑与历史的厚重感，一眼千年，千年一瞬。第一站先去鹅堡镇，这个名字你们估计没什么印象，但你们绝对见过。就好几年前，我跟小泉我们去祁连山草原的时候，路过一个小镇，那个小镇有一个超好吃的是什么？牦牛肉干，还有带奶皮子的酸奶。那我们就赶紧到吧，好饿呀！哈哈，我们又来见雪山啦，漂亮啊，蜿蜒的雪山。我们现在呢又要到祁连山了，我们的限时返场音乐。走过祁连关外，祁连山上飘的雪。突然间外面风变得贼大，快看，云掉下来了。鹅堡，蒙古族称为神的石垒，有保护行人的寓意。鹅堡古城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，有着400多年历史，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。这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啊，这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补给站。看了一下之前的视频，找到了那家卖牛肉干的地方，应该就在前面。我们到鹅堡了，我也很想你牛肉干。走去找牛肉干。玉门关外，祁连山下飘的雪撑不起我呀！这个季节还下雪。就是它。2年前的时候，我记得来这里买过。对，都来150的吧。我记得之前吃这个还有油脂，就是特别香。对，牦牛肉，我们自己做的。一共花了154，这边量还是很足的。就是在这吃了牦牛肉干之后，再去别的地方吃，就感觉不像是牦牛肉干。吃个饭吧。这边16块钱的烩面有多少牛肉？这真的挺划算的啊！才16块，16块钱这么多肉啊！纯牦牛肉，没有什么佐料是吧？哇，它这个肥瘦相间，咬到嘴里面，噗，不好看。油脂就扩散出来，超级香。这个肉呢又很耐嚼，就越嚼越香。开车的时候简直绝了。对，他们这家店在这开了很久，就一直卖牦牛肉干和酸奶皮子，基本上就卖这2样。对，这个酸奶皮子你们要来一定要吃，它上面那个奶皮子是黄黄的，超浓郁。古时候啊，那些商队、军队骑着骆驼、骑着马过来补给的时候，补给的也是牦牛肉干，还有酸奶皮子。也就是说，千百年后，我们隔空跟古人从美食上来了一次碰撞。对，喂，就我们伟大的丝绸之路。放哪来？嘿，主驾请说。打开空调，关闭天幕，打开座椅按摩，打开座椅通风。好啊，明白。收到，已经打开了。好爽！现在由小姚同学带我们出发。冲呀！挨着小段路。现在呢，我们前往嘉峪关。哦，哎，我还没上去呢。哎，嘉峪关，我们来了。你知道嘉峪关吗？嘉峪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，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，军事重镇，也是明长城最西端的终点。南向祁连山，北靠马鬃山，100年来屹立在这里的坚固城池，仍能感受到古人的塔防智慧。天空给你比了个心。这是一道从天而降的圣光吗？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嘉峪关了。今天呢是从西宁开到了嘉峪关。今天我们去敦煌，先去瓜州，走。导航瓜州大地之子。为你找到以下地点。前面就是大地之子跟无界。我的天哪，真的这个妆太难搞了，我那个头套戴了好久我都戴不上。先这样，就主打一个金币了。茫茫戈壁之中的瓜州，风吹了1000年，满眼的荒芜，苍凉恶劣的环境，却成了新的艺术之地。汉武雄风雕刻的呢是汉武帝刘彻，正因为有了汉武帝刘彻，才有了后面的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。说为什么这个雕塑只有一颗头呢？它的身体就是整个河
河西走廊。现在我们在瓜州，距离敦煌还有90多公里。好了，我们去敦煌。好，它现在提示我们要加油了。漂亮，已经没有油了，还有60公里电。我们到敦煌了，漂亮啊，漂亮！好，出高速了，400多块钱能跑1000公里。人类敦煌，心向往之。咱们去敦煌莫高窟。敦煌这边的绿化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我们前2年来的时候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我感觉现在树更多了。什么是环保？这才是环保。这边这么糟糕自然条件都能种出这么多树，这沙尘暴常态。这边的土地沙化特别的严重，但是它能长出来这么多绿树啊，确实是很了不起。我发现它很科学，它在下面埋了很多管子，一点点的往外渗水，给这些树木去供给它的这个水分。稍微没供给到水分的土地呢，就已经干的皲裂。所以说能养这些树啊，太不容易了。把轻便的衣服换回来，咱们去看莫高窟。像遛弯的北京老大爷。谢谢。要提前在小程序上买票，如果是淡季的话，提前2天还可以；如果旺季的话，要提前1个月订票。总算是来到了莫高窟。之前我们在这里等了1个多月，因为某种原因就一直没有去成莫高窟。对，它莫高窟一直关门，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来看了。这里的保存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的完整，壁画它经历了1000年，在洞穴里的色彩依旧很鲜艳。刚来这边的时候，我其实比较担心这里的文物会不会损坏比较严重，或者说是很少能看到真迹，因为在这个8国联军侵华之后啊，一大部分在大英博物馆，还有一部分呢在美国呀、俄罗斯啊这些地方。故宫也会有，但是呢，依然在当时人们的努力下，这里也保护了很多从那个隋啊、北魏啊开始雕刻的一些佛像，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它原本的面貌，真的还挺震撼。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画的壁画最多的叫经变画，古人呢也会把那些晦涩难懂的那些经文变成一个连环画，画在墙上，方便咱们这些普罗大众去了解。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。包括有一个窟，每一个壁画上面的佛像都加了金粉，现在还存在。对，那个就是藏经洞。本以为会用现代技术去把一些雕像啊、壁画复原，其实没有，他们都是以旧修旧。很多壁画啊，还有佛像啊，都是当时什么样，现在是什么样，经历几千年还能看到它原本的样子。我发现就是敦煌这边的文旅做的真的太棒了，就从一进来之后呢，它会让观众先去到这个数字观景厅，先了解一下敦煌莫高窟的历史，再到那个有个球形观景厅，它会用这种现代数字技术给你还原出来它原本洞穴里是什么样子。只有一个初步了解之后，才会有导游带着你去参观各个洞窟，而且讲的呢也还蛮精细的。对，而且在里面还有很多供养人，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士官大夫他们的资金雄厚啊，就是一整个大洞窟都是他们家的。现在我们来探店莫高窟的文创做的怎么样？多少钱一根呀？15块。当当，9层楼雪糕，请你们吃，干杯！还行，挺有奶味儿的。我们现在就在敦煌莫高窟 EMS 店，中国邮政这里可以买到敦煌的专属明信片。对。哦，盖了3次才成功。这就是乾隆的快乐吗？就是我们最后打卡的地方了。风沙迷人眼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好，青山不改，日月长流。关注我们一起开始有趣的各种生活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